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早期察觉出来骨头可能变康了的信号呢？有的，有2个非常直观的身体信号，值得所有人这个警惕，就是你的身高是否比去年或者比年轻时，是不是降低了，就是下降了，超过3厘米，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第一就是身高变矮，如果测量发现比年轻时或者是比1年前相比，身高降低了超过3个厘米，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危险信号。第二就是出现这个驼背或者不明原因的一些慢性腰背痛，这也可能是脊柱椎体发生了微小的这种叫压缩性骨折导致的脊柱变形。如果出现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我都比较建议去医院进行专门的一个检查。此外，这个国际上通用的1分钟骨质疏松风险测试也包含这10个简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自查。刘主任，您看看您刚刚总结的这5类人群和咱们观众朋友们在家可以自测的方式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是否在这其中。这里呢，我想特别的强调一下，身高变矮这个信号，如果发现比年轻时矮了超过3厘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报。那如果说怀疑自己有问题，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明确诊断呢？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我们临床上这个诊疗过程中这骨质疏松的一个诊断流程吧。脆性骨折，低能量骨折，如果来了个病人以骨折住院的，尤其是个老年人，就是因为一个轻微的一个摔跤就骨折了。常见就是部位就我上次讲到了一个髋部骨折，老百姓常说的大胯轴折了，这类患者直接就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甚至达到这个重度骨质疏松症。其实还有个检查，就是骨密度检查 ，CT 或者是这个X 检查，里边有个数值，CT 值小于这个-2.5，只要看到这个报告单写的这类字样，就可以就是骨质疏松了。还有个就比较是现在比较金标准的一个，就是也是 X 线吧，叫双能 X 线吸收法。这个也是个检查的一个诊断标准，到医院这个大夫还会给开这些检查。如果想进一步的判断，实验室检查了，抽血化验了，化验一些这个血钙啦、血的一些激素的，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骨转化生物标志物。但是这些化验检查吧，主要是检查这个用药后的一个疗效评价。所以呢，诊断骨质疏松，一个是看有没有发生脆性骨折，也就是说轻轻一摔就骨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通过仪器来测量咱们的骨密度，特别是像您刚提到的双能 X 线检查，是目前国际公认的金标准。那我们尤其是老年朋友，具体该怎么预防让骨头老得慢一些呢？您看您有没有一个总体的策略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对，这就需要这个着重讲一下这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策略。为什么把它说成一个策略呢？因为我们想要有效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需要从一个心理上、方法上科学计划全面的去实施，这样才能这个事半功倍吧。骨质疏松其实是可防可治的一个慢性病，人的各个年龄阶段都应该注重这个骨质疏松的预防。婴幼儿和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都与成年后骨质疏松的发生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应该从儿童期开始。这个人类的骨量在这个35岁之前达到这个个人那个最高峰，35岁以后骨量会逐年的降低。所以预防骨质疏松就是让我们的骨量降低的慢一些，就像我们下坡要慢一些，不至于出现危险一样。就像两个抛物线，一个很陡峭，一个很缓慢的抛物线一样。这个是未加预防措施的骨量走形。加了预防的骨量走形呢，它就
这个陡坡就比较慢。那您看啊，这个数字非常的关键。刚才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单位哈，那我们饮食呢，大概只能提供400毫克。但其实您看，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呢，我们中老年朋友，可能对这个400毫克没有概念。比如说呢，我们确实通过钙剂额外呢需要补充500到600毫克，才能达到您刚提到的说每日我们需要1000到1200毫克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在我们的饮食上，具体该怎么搭配？比如说，您能不能跟我们聊点咱老百姓都知道的日常的饮食，哪些食物当中，钙的这个含量是比较高的，咱可以多吃啊？对。其实这个含钙的这个食物啊，有的人大概也都知道。我主要是讲一下这个老年人这个高钙吃的，刚才你提到的，哪些含钙量高的、有效的呀？也顺便澄清一下有些这个误区。其实这个好多网上也有这种图表我觉得可以，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下，也是根据这个我们根据我的病人还有老年人一些特殊习惯吧，总结了一下，其实这样很简单的搭配一下也行，就是早餐，好多一杯牛奶大概就含记住就大概含250毫升，然后午餐，也不是，但是早餐这是补钙的哈，不是说一杯牛奶就行啊，午餐就是一份特别简单的一个油菜啊，清水，但必须得用开水或者是焯过的，才能有效的这个钙才能吸出来，大概是200毫克，再加一两这个豆腐，有北豆腐，这个也含钙，也含大概70毫克吧。如果说觉得不够，可以加一些一小杯酸奶，这都是比较容易买到的。晚餐呢，就是一份青菜炒豆干，大概是豆干吧，其中就大概是50克吧，含钙量100毫克，这样加起来几乎就差不多了。我再重申一下这个补钙的原则，就是它需要扳手，不是单纯的我吃个这个东西，就能吸收。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维 D， 就是维生素 D， 它是一个就是搬运工，光有钙没有说，光钙在那儿待着，没有这个搬运工去搬过去，它还是把这个房子盖不起来。所以建议还是在上午的这种10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啊，不能割玻璃，尽量不要涂这个防晒霜，晒手臂或者背部，晒个半个小时，这个就是天然的一个搬运工嘛。还有就是尤其这个夜间这个平时吃饭了，限制一些个盐了，这熬夜的人咖啡了，和咱们中国这个特色浓茶了，这个高盐饮食啊，它会增加这个尿钙的排出，咖啡啊，它会干扰这个钙的这个吸收，所以建议啊，这个咖啡每日不要超过这个2杯，也避免于这种高钙的一些同事，那不就是一边吃一边限制吸收，其实是无效的。还有我就是刚开始我讲到的这个骨头汤不补钙，其实也是网上有个图片，这个好多图片都是五花八门吧，其中提到就是虾皮含量最高，但是呢，其实如果使用过虾皮人都知道，它比较咸，因为它是有的是海制品，海虾，盐分其实更高的。刚才我提到的盐是阻碍这个对钙吸收的，它吸收率远不如这个奶制品，不宜多吃啊，这是一个误区。还有就是普通的这个，有人说我喝点豆浆，豆腐不是补钙吗？或者豆浆，其实豆浆也只是牛奶的1/10，也不能作为这个主力补钙。所以说为了这个科学有效的通过这个饮食补钙啊，我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就是刚才我提到保持这个基础摄量，就是牛奶或者酸奶啊，一般是300-500毫升吧，搭配一些豆制品和一些蔬菜啊，但是蔬菜记得要焯水啊，不然的话那个好多那个酸性的东西也会阻止这个钙的吸收。
还有就是巧用一些这个坚果，干果类的，比如说黑芝麻啦、杏仁啦，作为一种加餐提味的，也可以促进吸收。保证啊每天这个半个小时这个日照，或者是比方说保证不了，这边身体很差，或者出不了门，或者天气不好，或者是在冬天了，就是需要就额外的但最好这个医生指导下补充一些额外的这种维生素 D， 刚才说的维生素 D。还有就是一个减少它这个吸收，就是做菜少放盐，再总结一下就是吃蔬菜，先焯水，少喝这些浓茶和一些过量的咖啡。就纠正几个吧比较常见的这个误区吧，就是也是总结一下吧，喝骨头汤能补钙，这是重大的误区。因为动物骨头这个骨头当中的钙啊，是以这个磷灰石这个形式存在的，它很难溶于这个水，熬出的汤啊又溶解了大量的这个脂肪和一些嘌呤，大家都知道跟这个痛风有关系，对，是。还有一些少量的氨基酸，其实钙已经是微乎其微，钙其实就在骨头里或者肉类里边，所以长期喝这个不但不能补钙，增加这个高脂血症痛风的风险，远远大于其他的病症，对，远远大于它的收益。误区2就刚才提到的这个虾皮，好多觉得虾皮是高钙的啊，但含盐量更高，其实盐是阻碍这个钙吸收的，也不能作为常规的补钙。第3个就是豆浆，虽然是豆制品，不能替代这个牛奶补钙。就未经过这个普通的这种豆浆，钙含量其实也只是牛奶的一个1/10，远远不是这个钙的主力还是牛奶。